最近被催更最惨的就是这台魔神皇帝 G 了，我几乎2天就要收到一条做不做这个玩具的催更的消息啊！兄弟们，咱们悠着一点好不好啊？先不说咱不是生产队的驴啊，能保证这么快的更新速度，这么买我也买不起啊！所以很明显的，我其实根本就没有买皇帝 G， 但是我兄弟买了呀，于是我就又去他家偷来给大家做了这期视频。看在如此努力的份上，观众老爷们记得一定要投币点赞呀！你们多点赞，我才好有理由多去大佬家偷点东西来给大家做视频呢。OK， 那么废话就到这里，来一起看一下这盒千纸链上个月的新品魔神皇帝 G 吧。魔神系列的设定其实非常的乱，而且貌似也没有太多的人去整理，而且整个战力体系也是个谜。我第一次见到这台机体是在激战 V 里，是被盖塔射线照过后的大魔神进化来的，战斗动画异常炫酷，力量感十足，我一度觉得他才是激战 V 里的魔神系主角。不过其他设定里则是光子力研究所开发的第2台魔神凯撒，我也没有考据过啊，我不敢乱讲，还是等弹幕和评论里的大神来科普吧。说回模型啊，我其实不买它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那就是千纸链的这个同素体机体啊，我买了太多了。2016年出版的魔神凯撒我就第一时间入手过了，初上手真的是被千纸链的技术里荡魂摄魄，于是后面就不停的收啊。然而现在9年过去了，论造型和可动完美结合的产品，这玩意儿还是透不碎啊。先来看到这个头部啊，这里好像是做了一定的改进，跟我印象里的魔神凯撒好像不太一样了，引入了一个双段的前伸脖子。在脖子完全前伸的时候呢，抬头和低头的范围是比较的不理想的。然而拉伸脖子之后，抬头瞬间就能达到45度左右，而低头更是借助2段关节之力啊，达到超过60度的范围。同样受益的呢，还有左右的摆头幅度，也能达到30度左右，并且脖子这里的细节刻画一点都没有偷懒，左右的转头也能达到90度以上。肩膀这里是我当年第一个被震惊到的部分，之前玩过他们家的 Re-Edit 铁人系列见过这个结构，在胸腔的内部再做一个大球冠，并且做好穿帮的遮盖，但真没想到会被放大用到超级机器人的身上。手臂的360度大风车这种东西就没有什么可以质疑的了，基础操作。而手臂的侧平台则是能稳稳的达到90度。接着就是我超级喜欢的设计了，大臂根部的360度平转，通过一个裂甲的细节融合进了整个机体的设计语言里。而这个曲肘的关节呢，虽然这样的2段式联动设计，小臂上端在弯折的时候做隐藏收纳的设计，连在 R 魂都已经烂大街了，但当年的这个180度折叠还是给我带来了相当的震撼。另外就是这个手腕手型分离的设计啊，也是用了裂甲和造型遮盖，把45度锥形的可动手腕分离，这样就能用直装来连接手型了，让插拔超级的方便，造型也要优秀很多。腰部更是当时惊掉我的下巴，胸腰腹3段都能弯折，我这里的腹部阻尼有点过于紧了，所以没有弯到底，否则可以轻松的做到超过60度的弯腰。而这个挺胸我倒是已经掰到位了，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幅度到底有多逆天，造型有多漂亮啊。不过有个小缺点，就是以前的腹部装甲很容易掉漆，而且内部的结构是塑料轴，很容易断掉。再版的凯撒是换了金属的，但是不知道这只皇帝 G 用的是什么，毕竟也不能拆开来看看嘛。不要以为这么简单就完了哈，这个左右的下腰设计，我觉得至今都没有人能超越，甚至模仿并且达到这个角度的都其实挺少的。最后转腰的方面，虽然完全是胸部的上端在转啊，但也能做到左右90度，这个幅度其实已经完全的够用了。胯部这里还是经典的裤衩上抬式设计，好像这也是第一次在凯撒上见到的。大腿的前端在不顶到裤衩的情况下能达到向前75度以上，而抬起裤衩后甚至能轻松的超过90度一段范围。不过向后会有一定的限位，只能达到大概30度多一点的样子了。侧抬时的幅度会受到大腿侧面的尖刺的严重干涉，当然也能到70度左右的样子，但如果你把尖刺转过去的话，就能达到完美的90度了。大腿根部的平转也是采用了我最喜欢的裂甲伪装设计，不过还是因为尖刺的干涉啊，导致不能360度转动，不过当然了，这个问题不大。最后来看到的就是这个屈膝设计，也是当年让我非常震惊的地方了。这个屈膝的过程中，你能看到它的隆起和收纳的变化，最后达成这个饱满的180度腿部折叠造型，看多少次都觉得帅的想说脏字啊。最后脚部的设计，整个脚掌还是沉甸甸的金属，向后能超过60度的垫脚，向前则有30度左右的抬脚幅度。另外前脚掌的这个垫起的设计啊，也真的是隐藏的太完美了，幅度也有60度左右。另外整个脚掌也支持接近90度左右的平转范围，向内的接地性也能超过60度，很优秀。不过向外则是几乎没有什么接地的。
不过一般也是用不到的。优秀的设计和可动是毋庸置疑的，当然这也已经是9年前的东西了。下面就来看一下皇帝季独有的，首先是手型啊，一如既往的是漂亮的涂装，除了通用的握拳、握剑、拳头和开掌手以外，皇帝季多了一对四指并拢的飞天手型，以及标志性的大招引雷的一阳指手型。接着就是这个标志性的披风了，由魔神的飞翼变化而来，同样也是采用了之前魔神凯撒的内部金属色填充，外部红色透明件覆盖，初见之下真的是超级惊艳。本来以为搭载的方式是万年不变的，没有什么好说的，结果却是又一次震惊到我。首先可以看到这个银色部分的一字栓，它现在是横着放的，对吧？你需要打开背包的背面，找到这个把手，然后转动这个把手，先让插销变成垂直的状态，那么这个时候才能拿出魔神皇帝季的本体，这个状态才能连接得上去。连接上之后，再把插销拨回原来的锁住，这个合体就非常的稳当了。而且插销是赛钢件，这个连接也是超级紧实。飞翼根部本身也支持一段向外的折叠避让干涉，根部的这些条条也是球关连接，而连接部位本身也支持一段轴向的抬起转动。那么戴上披风后的魔神皇帝季的造型，各位觉得如何呢？观众老爷们可以把优秀打在弹幕上哈。9年过去了，虽然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，还是这优秀的分色涂装和品控，虽然只是简单的换了个马甲，改了一个配色，但依旧能感受到满满的产品力啊。这同模换色的套路，我却觉得自己的钱花的还挺值的。终于玩具玩到脑子出问题了。你看你现在这样。OK， 那么另外给到的就是这一堆皇帝的武器了。激战 V 里的所有 cut in 都照顾到了，尤其是这3把剑啊，比魔神凯撒光溜溜的剑身要帅多了。首先是这个展开样式的火箭飞拳啊，需要先把本体的小臂先卸下来，之后要把这个套在小臂外侧的装甲也给拔下来，不要暴力的破坏啊。接着拿出这个展开样式的拳套，内部也是有一粗一细2条滑槽的凸起，对应着小臂上的槽位。防呆的设计呢，不用担心拧上去找不到位置。另外，拳头也能通过附带的小支架连在尾部。接着是这2把小的皇帝双剑，可以通过附带的连接件将两端的握把连起来，这样就能组合成一把双头剑了。当然了，直接摆出双手握剑的姿势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啦。而这把大的皇帝剑，我觉得也是所有的武器和战斗动画中最帅的了。另外，魔神系列标志性的胸毛在皇帝季这里则是给了2层，里面的一层是通过转轴球关的方式连起来的，在放大招的时候可以像这样向下展开，在内侧的胸毛则是可以像这样拉起2侧的盖板，接着就能发大招了 ，Breast Fire。那如果把玩的过程中觉得胸毛太长干涉了可动的话，也能像这样把它立起来。那最后，如果你是尊贵的官网版玩家的话，您还将获得如下特点。首先就是这个还原飞机状态的驾驶舱小飞机，本体头顶的这个倒是被改成了插装的了，但以前的凯撒可是收纳展开都给的，你现在把其中的一个放特点了，属实是有点黑心了啊。那另外就是这个飞翼的推进器了，激战的动画中，这里就是之前的披风变化而来的，只不过内里直接变成了红色的涂装。另外把这个飞翼丢出去也是皇帝季的终极大招啊。另外还有这个袖珍的小飞翼，这个就是把大飞翼当核弹丢出去后背后重新长出来的状态，把这个小玩意儿也给还原了。确实挺有意思的。但这样说来的话，普通版的阉割就有点多了呀。最后还有个点是必须要吐槽一下的，这次给的支架连接件竟然是插在推进器上面的。考虑到推进器是连着胸背上段的，而下段全是金属，胸部的轴又容易断，这样搞连接件不就是要加速断裂吗？搞不懂是怎么想的，不推荐就这样上支架。OK， 那么以上就是魔神皇帝季的所有可以讲的内容了。其实和预想的一样啊，就是魔神凯撒的换皮，但是这个素体却是顶级素体，所以开卖之初就已经大概知道是什么水平了。不过也能多少感觉到大爷的品控是有点下降的，胸腰处可能还得返厂修一下，其他点就没有什么可以讲的了。9年过去了，依然在巅峰啊！套着这个皮，接下来能出好多的东西，比如马上要来的魔神 Zero， 大家也是很乐意买的。好了，那么就到这里了，大家记得点赞关注一下，一键3连呀！